烟搭桥酒铺路，喝，你这今天把这多少喝完，这个单几百万的单子就给你了，就成了。不喝酒，那你就是不给我面子。最怕酒后有人帮你回忆，我喝酒完全凭想和不想。最近喝了吗？喝了。大家好，欢迎来到 Coco 的中文教室。想了解真正的中国商务社会，就要走进中国老板的世界。大家好，我是 Coco， 这位是我的先生王总。他是中国的财务公司的老板。今天是老板的访谈第4期，中国的酒桌文化的前世今生。今天的访谈不是教科书式的说教，而是我们会通过几个简单的、真实有趣的小故事，带你还原最真实的中国的酒桌文化。那我们开始吧。你喝醉了吗？你昨天喝了吗？应该喝了。那王总，我们来先回到过去，大概就说20年前吧，中国的酒桌是什么样子的？20年前啊，那时候我还在上学哎。然后感受酒桌文化应该都是家里吃酒席啊，或者有人来招待的时候。那时候喝酒应该都是以白酒为主。然后迎亲招待都是以白酒为主，反正我们要有蛮多下酒菜的。王总，你是不是跑题了？我们不是在说商务的酒桌文化吗？你怎么变成吃席了？那时候我还不商务，我没经历过商务的状态。你要说是回想那个年代的商务状态吗？就一群人坐个桌嘛，然后上的就是说茅台啊，谁是今天的主宾，或者今天位置比较重的，或者年纪比较大的，先来，我来提一杯，然后说一句，大家来一起干一杯，喝一个，对不对？对，所以那个时候喝酒主要是为了什么？为了相互了解吗？拉近关系吗？还是什么的？就是怎么说呢？酒在我们可能蛮多年中也成了一种文化，就是大家，人家说嘛，烟搭桥酒铺路啊，就是这个什么个意思呢？就是烟，你只要一搭个桥，两个人就能建立一个关系。然后酒，你要办什么事情，一喝酒一铺路，可能事情就更好更成了。所以大家把这种作为一种缓和关系、拉近双方亲近的一种桥梁。刚开始见的时候比较陌生嘛，可能就还是保持一点距离感。喝着酒，两个人就喝着关系越来越亲热了，越来越近了，然后很多事情就好谈了，更容易成了嘛。首先能喝酒的人肯定豪爽，然后性格干脆，就是说能在一起处。另外就是这个人，他为了事情他敢喝，敢拼，就是一是热情到位，另外是他可以愿意这个事情拼，他这个劲头让人家觉得非常认可的。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喝酒本质上就是说一个建立那个互相建立信任的工具，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对，是一种桥梁，也是一种融化剂嘛，就是促进双方更一步的交流和合作嘛，就这种。对，那就是你不喝酒，那你就是不给我面子，你不想跟我合作，是不是？这种会在里面的，而且你还会看到那种，喝，你这今天把这多少喝完，这个几百万的单子就给你了，就成了，有这样子的。喝了酒我们就合作。对，你今天这个喝完喝爽喝完我喝开心，肯定就成了，啥都不用谈。对，所以就是怎么说呢？一方面这个也就喝了酒就有单子，也值得喝，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文化也确实不太好，是不是？怎么说呢？就是以前人可能喜欢喝一点，就喝完之后大家能多说点话，喝完之后就是关系也近了这也能聊更深的事情。就大家都已经习惯了这种就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一个方式，是吧？对，因为你也不对这人也不熟悉，那我只能以社会上或者大家都用的方式来招待来接待。那我就是喝酒嘛，吃嘛，就是你吃好喝好。就是中国人比较热情的方式，就是来我家也要吃好喝好，那就是我对你最好的招待。对。那现在呢，就是其实现在酒桌文化可以说是已经有点弱化了，是不是？反正是有原因的。一是现在人的可能身体的问题，或者说近几年出了蛮多因为喝酒造成了一些健康或者一些不好的事情，大家就从政府或者说从社会大家都开始响应这种少喝点。就是说小喝怡情嘛，大喝它伤身，就是说喝少开心就好，不要说是伤到身体，大家都不好。对，所以就还是说人们的这种健康意识就已经崛起了，然后就大家都比较关注自己的身体，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脂肪肝啊什么的都出来了。那
喝酒干什么呢？是不是？对，但这种东西对喝酒不多的人是觉得是还好的，但是爱喝酒的那些，人家说是每天都要喝一点，各有各的想法。是的，然后还有就是那个现在的那种，就是现在的职场很多的这个年轻人，什么00后，90后还算年轻人吗？算的。90后，你看过人家评论用00后来评论90后吗？说他们有点古板，有点顽固不化。你知道吗？90后是跟清朝人生活在一个世纪的呢。对，那就是现在的一些那个在职场中的一些这个年轻人们，他们就不是那么的想喝酒了，就觉得我是来工作的，我不需要靠喝酒来证明什么。这种，对，就是说我没必要为了一份工作也没多少钱，我还要给你拼命啊干嘛的，应酬，而且也拿不了多少，而且现在的话，商业模式也改了，和以前那种就是纯粹的直销，就销售要把客户陪好什么样的形式，也少了。现在很多都是固定的合作，人家是奔着因为现在很多企业已经有知名度了，然后人家是奔着他们这样的合作的，然后当然也会有一些商务招待局，只不过比较少。对，所以就是那个企业文化也在变，然后他们那些喝酒更多的是为了就是事后的这种庆祝可能会喝，是不是？对，庆祝的多一点。然后还有就是在这个喝的过程中，就并不仅仅只是为了喝酒，其实主要还是为了去更高效去推进他们的这个项目的进度，是不是？对，可能大部分男生会有这种情况。刚开始他们还在吵呢。两个人一喝酒喝到最后就可以称兄道弟了，就可以抱在一起了，就一成这样了。不管第二天想起来，这个兄弟好，还能处，我要和他合作，要怎么样了，就变成这样子的。那我有一个疑问啊，那还有就是第二天醒过来之后想一想，我昨天晚上做了什么？然后就不想回忆那个事情那也有很多奇葩的。有些人习惯就是喝完之后就直接倒头，直接就趴在那儿了，大家会觉得不好，可能他是真的是不能喝了，也可能是装的，还有一些人就是喝完之后他出去要找理由要去卫生间，但可能你会发现这个人不回来了，我之前遇到过，就是好久没见，然后出去找的时候发现他在电梯口抱着垃圾桶然后到第二天我们大家一起说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不敢说，就一直很尴尬，不想回忆起那个尴尬的瞬间。最怕酒后有人帮你回忆。所以那些尴尬的事情就留在昨天吧。相对于说一些商务的应酬的，可能这种情况会比较少，大家就也就是说喝完之后可能回去，我会第二天问一下怎么样的，可能会这样子，倒不会说出现这种特别尴尬的。但按现在的情况，有些还会带一个。比如说司机啊，或者说有人送回去，不会出现这种特别尴尬的。可能最尴尬的就是喝多了吐嘛，对吧？这不是很正常吗？所以其实，在现代的酒桌上，其实已经并不是说你必须要喝酒我们才合作，是不是？但那是不是可以说喝酒就完全没有用了呢？怎么说呢？现在的合作，因为大家一不喝酒，但是关系的，就是说从一个陌生到熟悉的，变化变得慢了，但是你可能要花蛮久的心思，要一些投其所好，要比如说了解他的清楚，做完各种预案来之后，来针对完之后，才可能打动对方来产生这个合作。但是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喝酒是促进两个人从陌生到熟悉关系变亲近最快的一种方式。对，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因为一种健康或社会人的观念的问题嘛，我们把喝酒作为一种不是那么重要的方式，就已经弱化了，是不是？对，相当于说有很多替代它的东西。对，就是弱化了，但是也并没有完全消失，就还是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对，它还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王总，你现在的应酬多吗？你现在需要通过喝酒来拿下合作吗？我喝酒完全凭想和不想。那最近喝了吗？最近喝了。上周五好像是还去喝了一下。具体什么事情呢？就是朋友突然说最近好像没聚了，过来喝一点。那也不是商务局，但是也是客户，是不是？也是以前从客户处成朋友的，人家是本地人嘛，就是说苏州本地的，土生土长的，能说苏州话的什么样的这种人，
然后一群的，我们是属于从外地人，外地过来的，从客户到业务合作，到觉得慢慢处，觉得关系还好啊，人家觉得这兄弟挺好，挺不错的啊，来请你吃饭，觉得一是对你答谢，后来觉得越觉得越处越不错了，然后就是好久没处了，好久没那个没聚了，说兄弟们都一起聚来喝喝，吃个饭，吃个家常便饭啊，对，我们大概8、9个人，然后就坐在这儿，反正菜蛮多的，我们就比较就不是纯粹为了喝，就是大家边吃边喝，然后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菜呢？有一些有冰镇小龙虾呀，而是冰镇的，我们正常不就吃热的，夏天吃那个小龙虾一般是热的，蒜泥的什么吃，但是现在天热了嘛，都是说是吃一些冰镇的，加了黄酒，加了冰还是头一天弄完的，龙虾都挺鲜的，其实这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冰镇的，然后还有汤。然后还有一些卤肉，还有像苏州本地的有特色的那种什么方肉那种的，甚至还有一些他们时令的蔬菜，我因为肉太多，现在肉吃太多了，我觉得反而人家炒的蔬菜挺甜口的，虽然看着油，但是吃完到嘴里挺清爽的，对，他刚上来热菜我立马就加了，我喝汤搁嘴我还吃，觉得挺舒服，已经迫不及待了是吧？对，然后大家喝酒喝什么样的？就是问你喝啥？今天喝啥？夏天可能更想喝点啤酒嘛，就是冰镇一点的。但是夏天喝啤酒都要喝冰的，喝冰的喝完舒服。然后我肠胃不好嘛，我说我就喝点黄酒好呀。然后他们喝啤酒的也有各种的还有一个兄弟是。他不能喝酒，然后来了一大瓶雪碧，雪碧也可以，对，喝酒前肯定是大家先来一杯，来兄弟们一起喝一个，一碰，就这样，我随意说喝一点，喝个一半或者一多半，就这样，就他们大概差不多就好了。我已经看你说的眉飞色舞了，到最后，是那就我说那个喝雪碧的嘛，人家开车把我们送回来的。好，就他不喝酒，但是可以开车，就是把我们一个一个送回去，先把我送回家，然后又把另外一个人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就这样的。他真是个好人啊。对，所以这次是没喝多的，我记得之前有一次是有一点喝多的。前年的事情，当时是一个客户。也是处了好多年了，从20年认识的，到前年是什么时候？前年是24年，就大概也中间也接触了3、4年了嘛。年纪是比我大了不少的，但是然后他刚好也那段时间有病，然后去刚好那段精神比较好，好久没那个啥了，一起喝点什么之类的。我说开车了，他说那开车没事，没多远，叫个代驾就好了。反正大家一起喝点白酒，因为喝白酒喝多了稍微是容易不清晰的，容易上头。中国人喝白酒度数都会比较偏高的，正常40多度的都不咋喝，都要喝50多度的，52、53的。所以喝多了就只能叫代驾了，是不是？中国的交警查酒驾还是晚上会查的，严格的，对。而且严格，他们是晚上查，就是在你吃饭的那个点儿，那个路口，或者说这个地方有酒店，会在这边查的，因为他们查你会着重查你这些人会不会越这个红线，你已经懂法了。因为你这个你要酒驾开车，这是很危险的。对，所以叫代驾是比较稳妥的选择对，而且中国叫代驾也没有那么贵。我上次那边，我正常开车的话，来就是单程可能要30-40分钟吧，也有个20-30公里。但上次叫代驾我忘了代驾对，叫代驾花了多少钱来着？我忘了，大概也就80还是100，就那样子。80块人民币。那你在那个回来的路上感觉怎么样？刚开始还和人家师傅还聊天呢，就觉得吹着风还挺舒服。等大概10来分钟之后吧，上了高架，就前面车流也多了，感觉没啥事情，就稍微靠着就感觉自己已经忘了那段路是怎么走的。然后等再眯过来的时候，就已经马上到家门口了。但是那个时候还是清醒的。就是喝酒喝醉的人会觉得自己是清醒的，其实他已经不清醒了。然后我扶着他走路的时候，感觉他都有一点飘的那种。然后我扶着他上楼的。我们刚刚说了很多，就是喝酒。那喝酒都有什么理由呢？你要让我给你总结出来一些理由呢，也可以跟你说几项。比如说是，朋友开业，
大家去庆祝一下。还有就是说，还有接了个大单子要庆祝一下。还有就是说是为了接待客户去接待一下。那这是正常的，那不正常的离谱的是什么呢？有离谱的，有离谱的就是就比较奇葩的，还有些是比较伤心的。有些人比如说是最近没干成什么项目，或者中间赔了不少钱就拉出来，你要让你倾诉一下，就是他心里比较抑郁嘛，就这种烦躁说一下。还有一些就是你说他庆祝吧，这个事情就感觉很离谱。有多离谱？我说一下，就是他当时驾照是过期的，然后开了一个中国就类似于那种滴滴的营运车辆。无证的话，你驾驶本来就是违法的，对吧？而且你还开的是营运车辆，这个的话就加重的。关键是正常是不会被查的。他也没喝酒，当时也没喝酒。但是他被别人的车撞了，就出了事故嘛，然后报了警，走了保险。然后本来就是说按严格的执行的话是要拘留的。是要你进去要拘留多少？至少15天起步的。然后后来反正处理完之后也没有拘留。稍微罚了一点钱。他觉得这个很好，这是一个好事。倒不是好，对我自己至少我没进去嘛，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庆祝的事情，你这个也可以想对吧？就是说大家来要和大家来说一下，来聚一聚。怎么总结呢？喝酒庆祝他没有被拘留吗？所以喝酒有这么多理由，那如果不想喝，怎么拒绝比较好呢？不想喝酒，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不要去。不要去。那去了呢？已经到了那个场地了呢？去了呢，你开车去。开车去。对，我今天开车了，不能喝。但是你这个也不是绝对能拒绝的，就有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嘛。喝一点又没事。没多远，交个代驾，或者说放着我找人帮你送回去。对吧？对，但这个其实对外国人来说很难嘛，因为外国人其实他基本上在中国很难开车的，是不是？这个理由对外国朋友来说不能用，是不是？那我给他们找一个能用的。什么？身体不舒服。身体不舒服。中国人都知道嘛。感冒生病要吃头孢，吃头孢就不能喝酒。对吧？对说我生病了，我在吃药，吃那个药不能喝酒，所以就有时候如果实在不想喝酒，那其实以茶代酒就好，是不是？就刚才说的嘛，你喝点茶也行。然后比如说喝点饮料。也可以的。对，所以能喝就喝，不喝就不勉强，是不是？对。对，是的。然后其实如果不喝酒，你也可以在那个现场去就是观察观察大家是怎么相处的，是不是？就聊聊天嘛。大家也并不是说就是喝酒才能融入的，不喝酒你中间聊聊天也就可以了。比如说是你以茶代酒，自己敬个人，反正走个关系，递个烟。然后大家就是说是也可以融入一点。当然如果喝酒了的话，大家会中国比较融入的更快一点。对，就是你可以不喝酒，但是你不能不到场，是不是？就是说你不一定要喝酒，要从头喝到底。对，就是反正就是出现一下就可以。对，大家就是更在乎的是那个情谊。那今天我们聊了很多的这种酒桌文化，那现在我们来以咖啡代酒，干杯。希望今天的这个就是我们聊的这个酒桌文化，能够让大家更加了解中国社会的这种喝酒是什么样子的。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就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们的想法吧。别忘了给我们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哦。谢谢大家。对，谢谢大家。对，那下一期第5期的时候呢，我们会聊一点更实在的内容，工资。这能聊吗？你一个月工资多少钱？这能说吗？大家想听吗？好，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下期再见，拜拜。